师来了。走走走走走走吧，走走走啊走。道长威名再大，江南七怪也不会贪生怕死。我们不敢欺压别人，但别人要是欺压我们，嘿嘿，休想！好，好，那我就先敬各位一杯。嘿呀，呼，我来。好酒！小弥陀果然是好酒量。何大侠，这杯敬你。哼！哼，那我就愧领了。哈哈哈哈！好酒！柯大侠平时爱玩顶盘子吧？哼，小弟年幼家贫，靠这玩意儿做叫花子讨饭。贫贱不能移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敬南四哥一杯，请吧。妙哉呀，妙哉！妙哉，我敬二哥一杯。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守我父亲之命，自古非主之量，我怕是要醉死的。我也来一口。哎！我还没喝呢。好酒！七位果然好酒量。邱道长，就算你武功高强，盖世无双，可总打不过我们7个人吧？我们弟兄7人和你邱道长比起来，我们可是市井之徒。我们打1个人是7个人一起上，打100个也是我们兄弟7个。邱道长，我看呐，你还不如赶紧回去邀全真七子来助拳，到时候就来一个7怪对7子，7子对7怪，你看如何？自古中秋月最明，凉风借后夜迷清。一天气象沉银汉，四海蛟龙月水晶。好诗，哈哈，好诗啊！想不到邱道长武功如此盖世，文章也写得非常俊妙，佩服，佩服。既然七侠陪我喝光了这鼎酒，那贫道自当要言而有信，甘拜下风。今日醉仙楼之会，算是我丘处机栽在7位手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敢不敢，这玩意儿哪能当真呢？道长武功深战，我们万万不及，万万不及。贫道虽然认输，但是2位朋友的寡妇却不能不救。贫道这就去法华寺要人，告辞。你既然已经认输，怎么还和焦木大师纠缠不休呢？扶危解困跟输赢毫不相干。
柯大侠，若是你的朋友遭遇了不幸，家人又遭人欺辱，你救还是不救？快在上面！快上面！快！好啊，你们还约了人了。哼，就是有千军万马，贫道就是豁出性命不要，也不能就此罢手。笑，我们约什么人？我们就是江南亲兄弟，还用得着约人吗？别动！脚步和尚，江南奇怪，你们居然去搬官兵，还有什么脸面自称侠义道？谁搬官兵来了？你好啊，贫道恕不奉陪了。不过这事儿跟你们没完。邱道长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我误会？我又不是瞎子。哼，谁是瞎子？追！不用追了。啊，各位，刚才那位道士实在是无法无天，咱们到里面共饮一杯，商量对策如何？鸟东西，滚开！我大哥叫你滚开！走。嗨！我没事儿。丘处机，你不要咄咄逼人！难道江南七怪怕你不成？可惜呀！可惜什么？可惜你们自甘堕落，与恶僧为伍，又做官府的走狗。胡说！大家住手！大家住手啊！柯南山，请听我一言呐！我不会放过这牛鼻子老大！大家住手！邱道长，住手啊！邱道长，住手啊！
七妹，快过来！大哥，七妹，进来！哼，你快弃剑投降吧！嗨！嗨！不要打了！你们不要打了！哎呀！哎呀！不要再打呀！恶贼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邱道长，救我呀！救木和尚，你寺中果然有女人，你把我们害死了！啊！老爷我段天德恨死你们这群号称侠义道的东西！今天一刀一个，把你们头全砍喽！你这个贼刀，追得我好苦啊！老子今天送你上西天！住手！不可伤他，他是好人。什么好人呐？砍了再说。放下屠刀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吗？邱道长，救快走！命啊！快走！快跑！邱道长，救我呀！恶贼！掌门师兄，大家等着看好戏吧！全真派跟金国作对，只能是自取灭亡。只要先生出手，一切一鼓而定。王爷，一切准备妥当。请欧阳先生放心，外面有毒龙40只，弓弩手500名。一声令下，射破灯笼，引蛇出房。还有裘帮主带帮众500，嘉兴府借官兵500，我亲自带兵500。等他们死伤折损，四面合射，哼，谅他们再高的高手也逃不出天罗地网。好，跑！
黄老邪！黄老师，你来呀！你如我同门，求我师叔，前仇旧恨一并报了吧！哎！黄老邪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小东西，黄老邪，你也配？放我下来！师兄，不要放我莽撞，下来！不知家还有一个小孩子。柯大侠，柯大侠，今日是全真派与黄岛主的恩怨，不劳你甘冒大险。咱们都是血海深仇，何分彼此？苍天有眼呐！今日让这黄老邪死在这烟雨楼前，谢了。子平，你护住柯大侠。是。上来！气功，上来，傻小子！气功，你先别急着说，你先看看啊！七剑合一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黄药师果然高人，但师门之辱不能不报。摆剑阵。打开压顶！
傻小子，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蓉儿呢？他在哪儿？嗯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快说！你的手为什么发抖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傻小子，你说！一起上！好。破了你们的阵法，谅你们也不会心服。哼！要说我黄药师欺负小辈，岂不让天下的英雄们笑话？众道士们，你们一起上吧！众位道长，弟子有话要讲。大师傅，全真教道长与此事确有误会，弟子不敢不明言。静儿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咱们虽然武功不济，却不做暗中偷袭的小人。静儿，你有话只管说。你们的周师叔，他没有死啊。静儿，此话当真？道长，弟子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老贼，只是事实如此。弟子不得不讲。哎，你干嘛如此恨我呢？蓉儿呢？你自己心里明白，就算我们打不赢，也要跟这老贼拼了，为你5位师傅报仇。你说什么？他们死了？哎，他们好好的在我的岛上做客，怎么会死了呢？你木无尊长胡说八道，动手动脚就是为了他们。你亲手杀了5位师傅，你还装不知道吗？静儿，少跟他废话，把他杀了。好。大师傅。爹。爹，他们不是你杀的，你不要承认啊！蓉儿，快过来，让爹爹看看。爹，这傻小子冤枉你，还欺负我。这个傻小子这么胆大，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，看爹爹怎么收拾他！哎，爹，你，靖哥哥，蓉儿啊，你要听话。我黄老邪自行其事，数十年来，无知的世人便把天下的罪名都加在你爹的头上。爹，再加几桩，又岂嫌多了？江南五怪是你梅师姐的大仇人，就当是我亲手杀了。不是的，爹，我知道不是你杀的。别听他跟小妖女一搭一档胡言乱语，我虽没眼珠子，可的确是他们逼死了你5位师傅啊！师傅，你不用跟我说了。蓉儿躲开！师兄，全真派危急时，他师徒出手相助，眼下他们落败，我们岂可坐视？先不管周师叔生死如何，先打败了王老邪，怎么样？好，上！先前是误会，你们攻我尚有可原。傻小子说明了真相，你们仍恃众胡来，当真以为我黄老邪不会杀人吗？吃
耻的小贱人，小妖女！你还敢骂我？你要是想杀了我爹，就先杀了我。你走开！你为什么不听我说话？走开！哟，七兄也来凑热闹了，还我谭师弟的命来！老毒物，拿命来！小杂毛，喊什么喊？你们别打了，师傅，快下来，让他们别打了。师傅，快让他们别打了！不要打了，大家不要打了！我有话要说。你们瞎闹的什么？明天才是8月15。老前辈说的对呀，让我们到明天再拼个死活。好，七兄啊，我和耀兄，我们哥俩跟全真教结上了梁子。你一言九鼎，今天给你个面子，明天谁也不许帮手。你的意思，我不帮你就能赢是吧？明天天气要变了，8月15不会出月亮的。耀兄，这南湖还有别的名字吗？啊，此湖又叫鸳鸯湖啊。鸳鸯湖，这名字不错啊。可是你的女儿女婿在鸳鸯湖上闹别扭，你就不说劝劝吗？七公，他杀了我为师傅啊！你，静儿，静儿，别冲动。咱们师傅说话就不算数吗？黄老邪，江南七怪，英雄侠义，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？我今天看见你就觉得不顺眼。老叫花子，我爱杀谁就杀谁，不用你管。你，耀兄是当世高人，怎么能用常理推断呢？杀几个人算什么？我就是佩服耀兄这股独往独来的劲儿。好，太好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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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待会儿比武，你们两个说好不帮手了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什么待会儿不待会儿？我说过两不相帮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耀兄，全真派和江南七怪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你是一代武学宗师，跟他们动手太失身份了。待会儿兄弟替你一并收拾了，你袖手旁观如何？老鸡贼，今天已经是8月15了，就让我们的事儿来个了断吧。那好吧，那你们就一起来吧。老
道毒要一举灭了全真教。七兄啊，你是真不出手啊？我是有心无力，只好做一个守信重义的人。全真教的生死存亡，只有依靠你的好女婿，我的好徒儿，静儿要是能相助的话，欧阳锋，我看也难对付北斗镇。不然的话，我看就很危险喽。郭靖这小子，他乳臭未干，全真一派的存亡祸福，全系于他的一念之间。王重阳地下有知的话，也只能苦笑了。哎呀，太活着！狗贼！小贼，保我兄弟命来！王爷，快走，保护王爷！爹，你照顾这个瞎子，我去帮靖哥哥。嗨！小妖女！小心！7个，只剩我一个，留着何用？妙极了，让你们的徒子徒孙都来陪葬吧！哎！哎呀，这么多人打架呀，好热闹啊！周师叔，周师叔吗？师叔，真的是你？你没被黄老邪害死吗？哼，谁说我死了？啊？谁说的？黄老邪他一直想害我，10年都没有成功过。黄老邪，来，咱们比试比试。哈，黄老邪，又是你在吹牛皮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吹牛皮？哎呀，伯通啊，全真派的那些老杂毛怪我害了你，可我纠缠不清楚，要为你报仇。什么？你害我？你能害得了我吗？来，你害我来！周师叔，先杀欧阳锋！老顽童，你不是黄老邪的对手，快逃命吧！什么？我打不过他？你放你的狗臭屁！老顽童，你用九阴真经上的功夫跟我爹过招，不害羞吗？什么九阴真经的功夫啊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老顽童自创的昆明拳！什么臭事啊4张金，鸳鸯织就玉双飞。好了，不要念，我听你的话，还不快去杀老毒？老毒，你在哪儿啊？好大的雾啊！邱师兄，你在哪儿？你没事吧，爹？啊，没事的，蓉儿。靖哥哥，
靖哥哥，爹，我要去找靖哥哥。哎，靖哥哥，靖哥哥，你叫我干嘛？我不会再搭理你了。混小子，你不知好歹！七公，啊，我们怎么办？别急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！等会儿，七公，东面有金狗勾结嘉兴府贪官，点了兵马来对付咱们，咱们冲出去杀他个落花流水！路长，金狗欧阳锋和宋明一起设下毒计，咱们先往北撤。放箭！向南走，在这个点！放毒！大家小心，这烟有毒！向西，从陆路走。走。从陆路往西走啊！你不用管我。静儿，咱们走。蛇，这有毒蛇！快回头，前面遍地是毒蛇，咱们闯不过去了。我们四边被围了！小妖女，快把竹棒给我！不给。趁着现在这里多言多误，你们赶快跟我瞎子逃命吧！蓉儿，他说的对，给。走。爹，快！抓住反贼！反贼跑了！抓住反贼！你是谁？快跟我走！我死也不跟你走！大师傅，七公，七公，妙极了，跑了个老的，抓个小的也不错。我大师傅呢？早死了，不是被碎尸万段，就是被乱箭穿身。你找他干什么？哎，康儿，看着他，我再去抓他们。是，欧阳伯伯。欧阳锋，你要是去杀我师傅的话，你就先把我杀了吧。嗯，好。你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，只是左右做不了黄老邪的女婿，你倒可以做我的徒弟啊！好，我回来再商议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，郭兄！你要成为欧阳锋的入室弟子了。哎，这是第3次了吧？临安城的皇宫没杀死你，轩辕台也没杀死你，这次怎么样呢？你是谁？黄岛主还是红帮主？英雄好汉的出来！你是谁？啊，小弟周伯通啊，麻烦你看一看，这位老哥，麻烦你在周围看一看，这下面还有没有蛇呀？多得很呐！周兄，青山绿水后会有期，日后有机会请到铁掌峰一叙，小弟先行一步。你别走啊你！哎呦，这么多蛇呀！他们最爱吃老顽童身上的肉啊！哎呀，此时此刻，
我把你一刀两断，四下无人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哼，哎，你就认命吧。杨兄弟，啊，你认贼作父，又要拜那个欧阳锋为师，你当真不想走正路了吗？你才认贼作父，你才不走正路呢。你是蒙古的金刀驸马，我父王把我从小养大。你可以做黄老邪的女婿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拜欧阳锋为师呢？杨兄弟，我想劝你一句，你少废话。谁是你兄弟？谁是你兄弟？咱们父辈，你少说这个。你临死之前有什么话说？你快说吧。你居心不良，我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只可惜我功夫低微，不能替我师父报仇了。你尽管下刀就是了。哼！哦，等等，你别指望我饶你。我不是要求你饶命，我只是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木姑娘在沅江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在沅江碰见木姑娘，她已经准备要出家为尼了。她很挂念你的。如果有一日你能一心向善的话，你就去找她吧。好了，动手吧。孽障！邱道长，你认贼作父，忤逆师尊，杀害兄弟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要不是看在你死去的爹娘份上，我一剑捅你个透明窟窿。你跟我回重阳宫，我关你30年，看你学不学好。你杀了我吧！你真是我的好徒弟呀！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康儿，跟我走，放他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杨康，别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。杨康，你跟他走了，就是本门的敌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姓柯的，你为什么不到村里去借宿啊？村里是我2弟、3弟、4弟、5弟和7妹的故居，他们的灵位在此，我敢去吗4张机，鸳鸯之久遇双飞，可怜未老头先败。春波碧草，小寒深处，相对雨红衣。你说这个王铁枪威震当世，到头来还落得个为人所擒，身首异处，又逞什么英雄，说什么好汉呢？哎，这杆铁枪只怕还当真是铁铸的。那自然是铁的，难道还是假的吗？姓柯的，我弄丢了你的铁杖，一时半会儿也赔不了你。要不然你就用这根铁枪当你的铁杖使啊！你开玩笑的，你还信啊？吃吧。姓柯的，给。这是什么？还你的铁杖。铁杖。
欧阳锋，欧阳锋，怎么办？这个老毒物来了，我们两个可对付不了。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下。好。来，赵王爷，今日烟雨楼之役虽然无功，但也大挫敌人的锐气啊！玄奘先生主持全局，那是抗而妙计，调集人马一应布置，真是天衣无缝啊！本可以将那群家伙一网打尽，不料迟不迟早不早，刚好有这场大雾，却让群奸给溜了。是啊，王爷，庙中有一堆火烬，还是温的，像是有人在那里待过。不管他，进去看看再说。是，走。我看这里早就没人了，这堆火呀，也许是过路人驱赶点的吧。好了，大家都找地方歇息吧。真困了，别说。放在这儿。欧阳伯伯，床铺已经铺好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小王爷如此礼遇，何以敢当啊？令侄人品又好，武功又高，可惜被那奸人所害。晚辈想为他报仇，可惜晚辈武功低微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侄儿不幸惨死，本来我以为是郭靖那小子所为。刚才你转述丘处机之言，我才知道是全真教这帮恶徒。现今我白驼山已经没有传人了，你心思缜密，行事果断，我就收你为徒吧。师傅，徒儿给您磕头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好一个忠良之后，不但认贼作父，还拜恶人为师。多谢欧阳先生对我孩儿青眼有加。哎呀，这克弟无敬师之礼啊，日后必当重谢。珍珠宝物，我白驼山也有一些。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比较聪明，盼着我的功夫将来有个传人罢了。小王失言，先生莫怪。欧阳先生武功盖世，智谋无双，小王爷聪明伶俐，一表人才，当真是家师家弟子。六王爷，恭贺恭喜了！恭喜六王爷，恭喜小王爷，多谢多谢，恭喜。刚才，嘘，说吧。刚才他说的那矮胖子，莫不是我三弟？他死在了桃花岛，明明是你爹所害，他的鬼魂干嘛要找杨康索命啊？傻姑虽然傻，但他说这些话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先听听行不行？也是啊，你爹在烟雨楼不肯杀我，他又怎么会杀害我的5个兄弟啊？你要早那么想就好了。不对，要不是你爹，四弟又怎么会说亲眼看见你爹害死我2弟和7妹？好，我去给你问个明白。问什么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要站这儿听我说。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你要告诉我爹是谁杀了我。怎么？你要向那小子当面责问，这样，这老毒会杀了你的。杀了我也不怕，我只希望你知道一切真相之后，告诉我靖哥哥。我不希望他在心里记恨我。
是谁？是啊。黄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爹命我在此等候欧阳伯伯，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？门外传来一声佛号，只见一个形如槁木的枯瘦和尚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段烧焦的木柴。焦木大师，请。众位请。焦木大师坐定，刚说了几句缘由，桌上酒碗中的酒就不住晃动。只见一个道士拖着一口极大的铜缸从楼梯上走了上来，瞧了一眼江南七怪和焦木大师，将铜缸一倾，喝了一大口酒，然后将铜缸重重地落在地板上。哼！楼上楼下的客人见这铜缸直径4尺有余，只怕足足有400来斤，加上装满了美酒，更加沉重，生怕看热闹惹来祸事，全都吓得跑了出去。久闻江南七侠的大名，今日有幸相见，足为我平生之缘。见江南七怪并不言语，焦木大师便介绍说，这单手托铜缸的道长乃是全真教大高手长春子丘处机真人。然后又给丘处机挨个介绍起了江南七怪。这位是七侠之首，飞天蝙蝠柯镇恶柯大侠，久仰了。妙手书生朱从朱二侠，马王神韩宝驹韩三侠，南山乔子南溪人南四侠，小弥陀张阿生张五侠，闹市侠隐全金发全六侠，越女剑韩小莹韩七侠。焦木大师一介绍完，柯镇恶就对丘处机说，自己七人都是怪物，七侠什么的不敢当。又说焦木大师为人最是古道热肠，不知如何无意中得罪了他。如果他瞧得起自己七兄弟，自己七兄弟愿做和事佬，希望双方尽释前嫌，一起来喝一杯。贫道与焦木大师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只要他肯交出2个人来，改日贫道一定去法华寺负荆请罪。而这2个人正是郭啸天和杨铁心的遗孀李萍和包惜若。郭啸天和杨铁心遇害后，丘处机悲愤难当，为救回2人的遗孀，一路追踪段天德。段天德无处可逃，便来到临安云栖寺求助做住持的伯父枯木大师。枯木被他巧言欺骗，介绍他到嘉兴法华寺躲避，因为法华寺的住持焦木大师是自己的师弟，功力比自己深，应该能敌得过丘处机。而焦木大师不知段天德其中一名随从乃是女扮男装的李萍，加之又有师兄书信，便收留了他。而这正好被赶来的丘处机看到，丘处机便请焦木大师教人，可焦木大师坚称寺中没有女子，于是越说越僵，动起手来。不敌之下，便请江南最负盛名的武林人士江南七怪出面调解，约在醉仙楼相见。丘处机便拿了他寺中画纸的铜缸前去赴约。那么江南七怪出面，这场纠纷能否顺利化解，请看下集江南七怪的讲解。喜欢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关注，也需要在此先感谢这位前辈贵姓？有幸拜见。我来给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是桃花岛的岛主黄药师。黄药师的大名顿时让彭连虎等高手心惊胆战，早就听闻他是个极厉害的大魔头，此刻忽然见到，全都不敢作声。可偏偏灵智上人灵智商不信世上真有这么多高手，便要骗他一骗。你不是要找个15、16岁的姑娘吗？大师，你可曾见到？见到了。什么时候？可惜呀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。灵智上人表示3天以前在海上见到了他女儿的浮尸，然后将黄蓉的相貌穿着描述出来，又描述出了郭靖、洪七公、周伯通3人，一共是4人死在海上。黄药师听闻顿时心神大乱，求证欧阳锋。欧阳锋不想得罪他，以自己今日才上的大船并不知情为由，撇清了关系。黄药师却以脸色苍白，身子摇晃。天盖告而无界，怀此恨其谁诉？小说中描述黄药师的哭法时，说昔时阮籍丧母，一哭呕血斗鱼，
这黄老邪正有尽人遗风，而这版的黄药师无疑是最符合原著的。天长地久，人生几何？先后无绝，从而有期。黄药师所唱的这几句诗，是三国时候曹子建为女儿曹金户所作的哀词。女儿出生190天就夭折，他写诗说，有的人活到头发白，有的孩子却幼小就夭折了，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只恨天高没有梯阶，满心悲愤却不能上去向老天哭诉。最后又说自己十分伤心，跟着女儿去的日子也不远了。而黄药师借此哀词表达满腔悲愤，决意要随女儿而去。而在小说中，灵智上人简直洋相百出，见黄药师疯疯癫癫，又哭又唱，便上前嘲讽，结果被抓住颈后肥肉，头下脚上的扔了出去，脑袋插入了船板之中。不过黄药师生性十分爱迁怒旁人，他想到要不是郭靖，女儿就不会死，由此又想到了郭靖的6位师傅，要不是他们传授郭靖武艺，来到中原，女儿就不会认识他。于是他便把这笔仇恨算到江南6怪身上，要将他们6家满门老幼良贱杀个一干二净。而他的宝贝女儿此刻和郭靖3人已下船来到了陆地，只是洪七公经过连番折腾，伤情更加严重。老瞎子正要一枪刺死黄蓉，哪知黄蓉竟没睡着，接着就听到外面传来欧阳锋的笑声，两人赶紧躲到神像背后。只见一行人进来过夜，杨康特意铺了软床请欧阳锋入睡。欧阳锋知他心意，现在侄儿已死，白驼山已无传人，便成全他，收他为徒。师傅，徒儿给您磕头了。梁子翁5人马屁成精，一起上前恭贺。傻姑却忽然大喊着肚子饿。柯镇恶心中一惊，不知傻姑为何和这些人混在一起。黄蓉探头看时，傻姑正好看到了他，顿时吓得大叫起来，连说有鬼。矮胖子鬼，矮胖子鬼！胡说，哪有什么矮胖子鬼啊？就是有嘛！矮胖子鬼死在婆婆的坟里了，婆婆鬼会把矮胖子鬼赶出来，矮胖子鬼会找你偿命。柯镇恶疑云大起，傻姑所说的矮胖子正是3弟韩宝驹，他明明是被黄药师所杀，傻姑却为何说他的鬼魂会找杨康讨命？正苦苦琢磨，黄蓉就在他掌心写了5个字：告我父何人杀我。柯镇恶正不明白他的用意，黄蓉就从神像后面走了出去。是谁？黄蓉这一出现，把铁墙庙里的众人吓了一大跳。他表示奉父亲之命，特地在这里等候欧阳锋，然后说了几句九阴真经中的译文稳住他，开始查找真凶。得知傻姑不想在桃花岛学写字，才偷偷跟着杨康出来，黄蓉便套路他回答自己的问话。傻姑啊，姑姑问你啊，后来你看到那个矮胖子了吗？傻姑当即回想起了当日岛上的情景，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江南6怪上桃花岛之时，黄药师正好有事外出，不在岛上，这也就证明了黄药师不是凶手。而欧阳锋见黄蓉这套路之法还真是聪明，而且已怀疑到了自己和杨康身上，便让他有话就痛痛快快地问。结果问到的真相就是杨康献计，利用傻姑将江南6怪引入墓中相见。欧阳锋假扮黄药师，2人联手杀害了江南5怪，其中朱聪和全金发是欧阳锋所杀，韩宝驹是杨康所杀，韩小莹自刎而死，柯镇恶和南溪人逃出了墓穴。最后南溪人的舌头又被欧阳锋毒蛇咬中，无法开口说话，临死前才用手指写了一个10字。起初郭靖认为他要写黄字，现在黄蓉才知他写的是杨，这个杨自然是指杨康。小王爷，穆姐姐给你的那只翡翠小鞋呢？你说什么？当日埋葬朱聪时，他手里有个翡翠小鞋，正是穆念慈比武招亲和杨康互换的定情信物。朱聪临死前施展妙手空空从杨康身上拿来，正是这件东西让黄蓉知道杨康来过桃花岛。加上韩宝驹身中9阴白骨爪，世人都知9阴白骨爪是梅超风的武功，梅超风又是黄药师的弟子，以为黄药师也会。可其实梅超风死后会这门功夫的就只有杨康，因为杨康是他的弟子，如此种种证据一一指向杨康，杨康也就无从抵赖。至于柯镇恶是杨康和欧阳锋故意放走的，好让他将这笔账算在黄药师头上，令天下英雄群起攻之。
柯镇恶听到此处，当真是心胆欲裂，才明白黄蓉早就瞧出杀人凶手是杨康和欧阳锋，这才要舍了性命揭露真相，好为他爹洗清冤枉。一时之间又悲又悔，怪自己将罪孽算在他父女头上，到头来害了他。现在真相大白，黄蓉却并没打住，他又要揭露另一件事情的真相，以求惩治真凶，换得脱身之策。这件事就是欧阳克之死，而最重要的目击证人依旧是傻姑。傻姑，断腿的公子回来找你了。不是我，是10号兄弟杀的，我躲在门口看见的。欧阳锋心头大震，知道这断腿公子就是侄儿欧阳克。黄蓉又接着套路傻姑，问他知不知道断腿公子抱着的漂亮姐姐是谁30号兄弟的老婆。如此一来，欧阳锋立马明白，侄儿贪图穆念慈美貌，杨康才将他杀死。小王爷，我侄儿当真该死，杀得好，杀得好。黄蓉让他不要怪杨康狠心，也不要怪侄儿风流，要怪就怪他本领太高。于是将当日杨康和穆念慈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。这段对话的意思是，欧阳锋武功一脉单传，要拜师学他武功，就只有杀死欧阳克，而这就是杨康杀死欧阳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就在黄蓉揭露这段真相的时候，杨康已经动了杀机，忽然出其不意向他抓去，却没想到反被黄蓉身上的软猬甲刺伤，接着就手臂僵直，中了剧毒。快拿解药解救小王爷！黄蓉表示自己软猬甲并没毒，料想是欧阳锋出手杀他。